各位朋友，大家好。最近呢，我注意到台湾的疫情呢还是比较严重，好像是疫苗也出了一些问题。所以呢，在这里呢，我首先要祝愿观看我视频节目的台湾朋友们，您和您的家人能够平安的度过这次疫情。虽然说现在的情况呢看起来比较糟，但是呢也不用过于的焦虑，一切都会慢慢的好起来的。实在是不会像那些政客们说一些漂亮的话来安慰大家，或者说是糊弄大家。但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虽然说我不会说什么场面话，但是呢，这份关切却也是真诚的。其实啊，也不光是台湾朋友，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朋友们都还没有走出这段疫情。有的朋友或者家人不幸染上了新冠病毒，正在承受着这种病痛的折磨。总之啊，一切祝好，祝大家平安健康，顺利的度过这一年，也相信明天会更好。说起来啊，今年也真是不顺利，疫情还没有过去，我所居住的温哥华地区又经历了罕见的高温天气。昨天的气温呢达到了40度，今天据说是41度，明天可能是42度。我来这边20多年，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高温。因为家里头没有安装空调，所以呢，我们只能是集体大逃亡。所以呢，我们白天呢，基本上就成了 homeless， 出没于各个有空调的地方。这样的话，就影响了这期节目的录制和后期的剪辑。所以呢，这期节目呢，大家看到的时候可能会比预期的要晚一些。这点呢，也希望大家多多见谅。看过《长安12时辰》大结局的朋友们，很多都会发出这样的感叹：真的吗？你确定是这个结果吗？你确定幕后的黑手就是这么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吗？其实也难怪大家发出这样的感叹，因为大家对幕后黑手的这个谜底一直是充满着期待，人们的这份期待呢也就变得越来越大，就好像随着剧情的发展，不断的有人在为你搭一条梯子，你是越爬越高，越爬越高，期待当你攀到高墙顶端的时候，能够看到墙那边非同寻常的景色。可这部剧的结局呢，却让你觉得好不容易爬到了墙头，看见的却不过是在寻常巷陌都能看到的一株野花，孤零零地对你绽放着，而且似乎还在嘲弄地对你说：傻了吧，又想多了吧。而这时候你回头发现你的梯子还不见了，你都不知道是怎么爬上这座高墙的。所以啊，如果大家看到有些人双脚悬空的挂在墙头上，这些人呢，就是看完《长安12时辰》第1季意犹未尽的这些朋友们。我倒不是说这部剧是虎头蛇尾，最后烂尾了。我相信这可能是导演编剧故意的安排，一切的谜底都要在下一季中才能展现出来。很多人说呀，《长安时辰》看起来太烧脑，实在是搞不明白到底这些人想干什么。这部剧同我们以往看的连续剧是不一样的。以往的有些剧呢，你中间错过了10几集、20集的，只要看过的朋友稍微点拨你1、2句，你马上就可以把剧情接上，毫无违和感。但是这部剧，如果你错过了一些情节，那你是很难能够理清其间的逻辑关系的。其实啊，我觉得这部剧从一开始就是布的一个大局，这个局的每一个环节都是息息相关又层层递进的。从张小敬8团的战友文冉被杀开始，这个局就开始运作了。文冉被杀，导致张小敬以身犯法，成了死囚犯，也使得他们的另一个战友萧规，也就是剧中的龙波，带着他的那些老兵们潜入了长安，准备进行一场大的恐袭行动。文冉是被熊火帮所杀，熊火帮的老大叫风火轮，风火轮的后台就是永王李林，这一点请大家记住了。在之后的曹破岩呀、狼卫啊，这些人不过都是障眼法，他们的第一目标就是右相林九龄。而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得到了何坚的儿子何福的帮助。何福因为跟右相有私仇，所以他的目标是杀死右相。但是很显然，龙波和那位后来自称是幕后黑手的那个小人物，他们的目标并不是在于右相，
而是在于圣人李隆基。所以杀右相不过又是一个幌子，杀圣人才是他们的终极目标。不过最后龙波因为各种原因并没有杀死圣人，这样整个计划就失败了。失败了是一定要有人付出代价的，所以就有了那一幕永王与风火轮一起喝酒，风火轮突然跪在地上叩拜，对永王说陛下又向风火轮拜见等等。随后永王就杀死了风火轮，而那位慢慢浮出水面，最后又自称是幕后黑手的那个小人物，最后就承担了所有的错。那么他最后为什么没有杀死圣人呢？那是因为计划已经败露了。本来他们的计划应该是杀死圣人，嫁祸于太子，而使另外一个皇子能够顺利登基。而到最后嫁祸太子的阴谋已经失败，如果这时候圣人死了，继位的就会是太子。所以啊，我觉得幕后真正的大 boss 应该是永王李璘。当然了，这只是我个人的推测，肯定不是什么标准答案。大家如果有什么不同意见，都可以发表看法，在这方面咱们是完全 open 的。总之，我觉得如果这次袭击的目标是圣人李隆基的话，那么按照立高者宜的道理，幕后的黑手一定是皇子之一，因为只有皇子才能够继承大业。那这位皇子只能出自于太子李亨、永王李璘，以及在剧中从来没有露面的寿王李瑁。所以啊，今天呢，我们就先聊聊李隆基的亲子关系，也可以把这期叫做《爸爸你去哪儿了之爸爸找不着》篇。李隆基总共有30个儿子，但是在历史上很少有见到记载说与他的儿子关系如何好，反而看到的大部分都是一些负面的记载。对于李隆基而言，他的这些儿子们既是他事业的继承者，也是他皇位的窥伺者。我相信这和李隆基之前几任皇帝的权力更迭很有关系。大家知道，在李隆基之前，唐朝有6位皇帝。第一个皇帝唐高祖李渊，最后是被他的儿子李世民给挂了起来，成了太上皇。武则天实际上也是在神龙政变以后，被他的儿子李瑞挂在了墙上。在后面的唐中宗李瑞，而李瑞的命运呢，还不及前2位呢。他的照片都没有被挂在墙上，而是被他的妻子和女儿直接撕碎了，扔进了粉碎机里。太上皇都没当成，就直接被回收了。然后就是唐睿宗李旦，是被李隆基自己亲自挂在了墙上，成了太上皇。所以很自然，李隆基呢也是时刻担心着自己有一天也会被挂在墙上，所以他对他的这些儿子们就时刻的防范着。大家也知道，如果一个人总是担心着别人抢他的东西的话，那么哪怕是有人在人群中看了他一眼，他也会想办法悄悄地蒙上你的眼。李隆基的第一个太子是他的长子，叫李宗。后来因为李宗在打猎的时候不小心被野兽抓伤了脸，李隆基呢就觉得皇太子这个样子有碍观瞻，所以呢就把李宗给废掉了。其实不过是相貌有损罢了，这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想当初唐太宗李世民的长子李承乾，那腿都是一瘸一拐的，李世民也从来没有说因此而废了太子李承乾。唐玄宗后来又立了他的另外一个皇子李英做了太子。李英是唐玄宗与他的宠妃赵丽妃所生之子。立李英为太子的时候，赵丽妃正得宠。这个赵丽妃呢，就是以前我们提到过，是李隆基做亲王的时候纳的一个歌妓。后来武惠妃入宫以后，赵丽妃就失宠，最后是郁郁而终。李英这个太子的地位也变得岌岌可危。因为武惠妃非常想立他的儿子皇18子寿王李瑁为亲的太子，而这呢也得到了当时的右相李林甫的支持。最后也是李林甫与武惠妃设计，谎称说唐玄宗在宫中受到了盗贼的袭击，让李英与其他2位皇子入宫护驾，这样3位皇子呢就穿着铠甲，持着利刃入宫。这时候呢，武惠妃又诬告说这3人是想入宫行刺，最后惹致唐玄宗大怒，
贬这3位皇子为庶人，随后又赐死。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一日杀3子。但是杀了这3个儿子以后，唐玄宗并没有如武惠妃所愿的立寿王李瑁为新的太子，而是立了当时年长的李亨。之所以唐玄宗这么做呢，我想也是关乎他的权力考虑，因为他不希望太子与他的右相能够联手，这样的话会威胁到他的皇权。所以他希望的权力格局应该是李林甫与太子之间是相互对抗的，这样作为皇帝他可以居中调停，行帝王之术。但这样的话也就导致了李林甫的肆意妄为，对太子是一味的打压，而李隆基也适时的帮李林甫一把，打压一下自己的这个儿子。但是他又非常能够掌握好这个度，他再怎么打压也绝不废掉李亨这个太子，因为他还需要李亨这个作为权力的一极来制衡右相李林甫。所以啊，这就变成了一个跷跷板游戏，而在这个游戏中最受罪的就是太子李亨。太子李亨的妻子就是太子正妃韦氏，就被李林甫诬告说他的哥哥韦坚作为外戚私通朝臣，意图谋反。最后唐玄宗逼着李亨与他的太子妃韦氏离婚。再后来太子亨的另外一个妃嫔杜良娣也是因为类似的原因被废除，而李亨对此也只能是听之任之，一忍再忍。再往后就是马嵬坡兵变，太子李亨擅自在灵武称帝，这算是终于摆脱了他的父亲唐玄宗李隆基的控制。但是呢，他和李隆基之间的权力斗争并没有因此而结束，因为当时全国的大部分的军力和财力还都掌握在被称为太上皇的唐明皇手里。而李亨当时呢，主要是联系周边的少数民族，共同的对抗叛军。安史之乱呢，只是把中国的北方搞得是一片大乱，但是中国的南方并没有受到太大的波及。而真正把唐朝搞得天下大乱、生灵涂炭呢，那还要归功于王先知以及后来的食人恶魔黄巢。顺便插一句，有些朋友说呢，如果早一点看过我的视频节目的话，他的历史肯定会取得不错的成绩。实际上呢，我只能保证你可能能够掌握更多的历史知识，而且呢还能够记得住。但是关于历史考试这一块我是无法保证的，大概率你的历史成绩会不及格，还会被找家长，而且呢会被认为你的思想上也有问题。比如说在黄巢起义的历史意义上来说，我说的和教科书所说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啊，大家还是要慎之慎之。唐肃宗李亨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他的一生都是在与他的父亲相互提防、相互角逐中度过的。他甚至都没有时间在他的父亲去世以后，让他的这种戒备心理能够放松下来，能够让他回忆起他与他父亲不多的亲子时光。在李隆基驾崩之后没多久，唐肃宗李亨也是油尽灯枯。而其实唐玄宗李隆基也是一个悲剧性人物，他千防万防他的太子会夺取他的权利，到了最后还是被不情愿地挂在了墙上，这应该也算是他的宿命吧。咱们再来说说这位永王李璘。永王李璘和当时的太子李亨年龄差距非常之大，所以呢，在永王李璘的生母去世以后，是太子李亨把李璘抚养长大的。对于李璘而言，太子李亨既是他的兄长，又像是他的父亲，因为他从他真正的父亲那里是得不到什么父爱的。在很多人眼里看来，永王李璘是永远没有机会做太子的。这不仅仅是因为他年龄非常小，而且他的母妃也早已病逝，在宫中没有什么势力支持，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永王李璘相貌丑陋，而且呢眼睛呢还有一些残疾，他总是斜眼看人。想想当年的长子李宗就因为破了相而失去了太子之位，那么作为庶幼子的李璘长成这副样子，对有些颜控的唐玄宗李隆基来说，这个儿子是绝对不可能做太子的。
在剧中我们看到的李林是长得英俊潇洒，就跟我们在另外的一些影视剧中看到的李元吉一样。但是在历史上的李元吉呢，却是相貌奇丑。他的生母窦皇后生下他以后就把他抛弃了，幸亏他的乳母可怜他，把他抚养长大。李元吉最后也是很好的报答了他的这位乳母，把他的乳母杀掉了。李唐皇室子女总的来说相貌都是不错的，但是呢，每隔几代总会出来这么一两个幺蛾子，这是不是在基因上有什么缺陷，这我就不得而知了。马嵬坡兵变以后，李林是跟着唐玄宗去了四川。太子李亨在灵武称帝以后，李隆基就任命李林为南方4道的节度使，掌管着南方最富庶地区的军队和财政。所以当时李林的权力可以说是如日中天。唐玄宗此举实际上也是想分化当时已经称帝的李亨的权力，所以说这也是他们父子之间新的一轮的权力角逐。李林无疑又成了唐玄宗李隆基手中的一枚棋子。再后来，据史书记载，李林呢就开始膨胀了，觉得自己可能也有机会坐一为皇帝，所以呢，他先是拥兵自重，后来起兵北上，公然谋反。但是在李林是否真的谋反这一点上呢，历史上是有争议的。现在有很多文章认为李林当时并没有真的谋反，而是李亨嫁祸于他。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两位当初睡在一个床榻之上的亲兄弟，这时候已经是反目成仇。但是李林不管是在各个方面和他的哥哥李亨都相距甚远，所以最后李林兵败，他自己也被李亨的部将所杀。李亨知道自己弟弟死讯的时候呢，非常的吃惊，他并不想杀死他的弟弟，所以杀死他弟弟的这位部将呢，被贬为了庶人，永不录用。对李林其他的几个活着的子女也都是善加优待。据野史记载，后来开创5代十国时期，南唐的开国皇帝李之诰，又叫李升，就是李林的后人。那这样说起来，南唐后主李煜也就成了李林的后人。但是关于这一点，很多史学家都持的反对意见，更多人认为呢，李之诰不过是盗用了李氏皇族的名号。那么回到剧中，永王李林会不会是整起事件的幕后最大的黑手呢？我个人觉得还是很有可能的。因为如果右相被刺杀，那么太子就成了最大的嫌疑人，圣人很有可能会废掉太子，而这时候能够继承太子的可能就只有永王李林了。因为即便是计划的第一步刺杀右相林九龄，不管成功与否，太子都是最大的嫌疑人，圣人都会废掉太子，这对于永王李林来说就会有一个很好的机会登上太子之位。而到了计划的第2步，如果右相没死而圣人死了，那么太子仍然是最大的嫌疑人，永王就可以在右相的支持下直接登上帝位，这无疑是他所希望的最好的结局。当然了，除了永王李林以外，太子也不能彻底的摆脱嫌疑，因为毕竟那时候唐玄宗确实想把权力下放给李林府，而一向与李林府不和的太子的位置就变得岌岌可危，所以太子铤而走险，在花萼香妃楼杀死他的父亲和右相以及永王李林也是完全有可能的。另外还有一个有可能的皇子呢，是寿王李瑁。虽然在剧中他并没有出现，但是在历史上他是与李林府的关系最好的。在剧中我们看到李林府和永王李林的关系甚密，但是在历史上李林那时候明显是站在太子一边的，而与李林府关系甚密的恰好就是寿王李瑁。历史上的李瑁也是一个很奇葩的皇子，他是深刻体会到了隔壁老王也可以姓李，而且隔壁老王并不是住在隔壁，而就是住在自己的家里，是自己的生身父亲。和他厮守了5年之久的貌美如花的妻子，就可以这样被他的生身父亲生生地从他身边夺走，随随便便就给他判了一个无期徒刑。
他不光是失去了自己的妻子，而且呢，还每日的生活在惊恐之中，担心他的老爸哪一天会杀了他。这一点呢，也实在是太悲催了。自己的老婆被别人抢了，自己不能拿着板砖去找对方算账，还要时刻担心对方会找自己算账。这到底是什么道理？估计李茂自己都想不通。他的老爸唐玄宗也是，当初给李茂取名的时候，是不是就想取一个谐音梗，李茂、绿帽？不过后来啊，唐玄宗呢，还是没让自己这个儿子太难过。他又让李茂娶了京兆韦氏的一位女子为妻，算是给李茂了一个假释的机会。从此李茂算是如释重负。马嵬坡兵变的时候，李茂也是跟唐玄宗站在一起，目睹了自己前妻的惨死，还帮着他的父亲唐玄宗安抚士兵。再后来，李茂就随着唐玄宗去了四川。到了唐代宗的时候，李茂才去世，也算是长寿。他的所有的子女也都得以封王封县主，算是有了一个比较好的归宿。好了，刚才提到了唐玄宗和他的几个儿子之间的关系。唐玄宗这个人和他的曾祖父唐太宗李世民很不一样。唐太宗李世民对自己的兄弟是非常的狠，但是呢，对自己的儿子却是非常的爱。而唐玄宗却恰好相反，他是对自己的儿子非常狠，对自己的兄弟却是非常的有爱。大家知道，李隆基只是李旦的第三子，当时如果不是李旦的嫡长子李承器主动让出了太子之位，李隆基是不可能有今天的。当时李承器曾经说过，说在国家秩序正常的情况下，应该选择嫡长子，但是如果国家处于动荡不安的时候，应该选择有能力的人。所以呢，我宁死也不当这个太子，一定要让我的兄弟李隆基来做这个太子。李承器这么做并不是惺惺作态，他是真心的想把太子之位让给李隆基。而且在李隆基当上太子，甚至在李隆基登基以后，他对李隆基都没有构成任何实际上的威胁。他做人做事非常的低调。在剧中呢，曾经出现过宁王孙这个人，就是在太子最危急的时候帮助苻坚来解救太子的那个人，他就是李承器，那时候已经被封为宁王的孙子。也可能是因为李承器的这个表率作用起得好，所以呢，李隆基其他的兄弟对皇位一直也没有非分之想。李隆基对他们也是非常的有爱，即使有人挑拨，他也从来没有怀疑他们兄弟之间的这份感情。李隆基做太子的时候呢，曾经在他的太子府与他的几个兄弟经常在一起饮酒，然后呢，晚上就睡在一起。他还特意让人做了一个长长的枕头，一个特大号的被子。有一句成语叫大寝长枕，就是形容他们兄弟之间的感情的。在剧中出现的花萼香灰楼，其中的寓意也是李隆基希望他们兄弟之间能够相互友爱，像同一个花朵之上的不同花瓣一样，相互帮助，相互扶持，所以叫花萼香灰楼。宁王李承器后来改名叫宁王李伦，在去世的时候，李隆基特别给他追封了一个谥号，叫让皇帝。从此也能看出李隆基对他的这位大哥能把皇位最终让给他，一直是心存感激的。剧中除了这些王子以外，另外的一些小人物也真实反映了当时唐朝的历史面貌。比如说，剧中出现的那位黑社会的阁老是一个黑人。黑人在当时的唐朝被称为昆仑奴，这里的昆仑和昆仑山没有半毛钱的关系，昆仑就是黑的意思，所以昆仑奴指的就是黑奴。至于黑奴的来源，以前呢我也讲过，大体上是来自于非洲和东南亚一带的一些矮黑人。当时唐朝的贵族家庭里以拥有昆仑奴、新罗比以及菩萨蛮这三种人为荣，可以说这是他们身份地位的标志。新罗比指的就是来自于朝鲜半岛新罗的那些家中的侍女，菩萨蛮指的是当时来自于女蛮国的一些美女，也是舞女。菩萨在当时唐朝是美女的意思，菩萨蛮这个词牌名也是由此而来。
在剧中还出现了一个叫朝分的日本人，他是静安寺中那个偌大沙盘的制造者。他还说梦想着将来有一天回到京都，能够建造一个同样大的沙盘。这个人在历史上是朝衡的家仆。朝衡这个名字呢，大家可能不是非常熟悉，但是如果说起他的日本名字，大家可能就知道了。他的日本名字叫阿倍仲麻吕，历史上非常有名的遣唐使，和当时的李白、王维都是很好的兄弟。而阿倍仲麻吕与现在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应该是出自于同一家族。另外啊，在永王李璘谋反的这一过程中，还有几个大家熟悉的历史人物也被裹挟其中，而他们各自的命运也是有喜有悲。我以前有一期视频节目介绍赘婿的，提到了李白的经历，提到了李白曾经和杜甫、高适他们3个人呢结伴同游。杜甫和高适呢还为李白去向宗楚客的孙女宗氏小姐求亲。最后是宗氏小姐嫁给了李白，李白又一次入赘宗府。从那以后，李白、高适、杜甫3个人就分手，各自奔向各自的前程。安史之乱以后，高适呢是先站在了唐玄宗这边，但是呢他的一些意见呢并没有被唐玄宗采纳。而后来在灵武称帝的太子李亨对高适却是非常的赏识，所以高适又投奔了唐肃宗李亨。李亨对他也是加以重用，在永王李璘谋反的时候，任命高适为淮南节度使，带兵征讨李璘。但是还没等高适的大兵赶到，李璘已经兵败被杀，高适也算是白捡了这份功劳。从此以后是愈加受到了唐肃宗的重视。而杜甫呢，唐玄宗到了四川以后，杜甫也是追随而去。在那里呢，也谋了一个左补阙的一个官职，也算是一个不错的起点。不过后来杜甫的书生气又犯了，他一再为与他关系很好但是被罢黜的宰相申冤，最后就遭到了同僚的陷害，被罢免了官职，从此开始了他潦倒的后半生。而李白呢，一直想在政坛上一展才华的李白，在这时候呢，受到了永王李璘的邀请，李璘也是三顾茅庐，请出李白做他的幕僚。李白也为李璘写了10几首颂扬李璘的诗，这些诗后来也都成了李白参与谋反的罪证。其实李璘招纳李白不过是想借助于他的名声，并不是真的想采纳他的什么政治见解。而李白这次明显是明珠暗投，结果李璘兵败以后，李白也被抓进了大牢，要以谋反之罪处死。在生死面前，我们的大诗人李白就再也没有那样的潇洒豪放了。他四处写求援信，托他所有认识的朋友搭救他出狱。他第一个想到的人就是曾经和他睡在一个铺位上的兄弟高适。他还特意让他的夫人宗氏带着他的亲笔信到高适的府上去求援，但是高适却避而不见。友谊的小船在政治风浪还没有来临之前就已经翻了。而最后真正搭救李白使他免于一死的，却是他没有去求的一个人，叫郭子仪。有人说当时的高适也是身在官场身不由己，毕竟李白背负的是谋反的大罪，毕竟当时高适与权宦李辅国关系非常的对立，他怕因此被对方抓住自己的把柄。而郭子仪也是官场之人，他搭救李白也要承担相应的风险，但是他却能够念及旧情，出手搭救了李白。郭子仪和李白以前还真有过一段渊源，确切的说是李白曾经救过郭子仪一命。那时候郭子仪还是在哥舒翰手下担任一名偏将，后来因为犯了军法要被问斩，是当时名满天下的李白与哥舒翰说了不少郭子仪的好话，才算是救下了郭子仪，并且从此以后郭子仪还受到了哥舒翰的重用。郭子仪念及李白的这份恩情，在李白最危险的时候也出手营救。李白后来由死刑改为了流放，而且在流放途中又遇到了唐肃宗的大赦天下，
可以不用被流放到夜郎。李白呢是大喜过望，马上就折返回家，在路上写了那首脍炙人口的《早发白帝城》，就是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而作为著名的边塞诗人高适的那首《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这首诗似乎也是一个预告，就好像是告诉李白，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你去找别人帮忙吧，不要找我了，反正肯定有人会帮你的。高适后来倒是一直身居高位，不过当年才华横溢的边塞诗人已经演变成了一副明哲保身的官僚躯壳。《旧唐书》是这样说的：有唐以来，诗人之达者为士而已，文人一旦得了富贵，便不足观，这似乎已经成了千百年来的一条定律。当年自顾不暇的杜甫是没有能力来搭救李白的，但是他也是心急如焚。杜甫曾经写过这样两句诗：醉眠秋同被，携手日当行，来描写他们三人结伴而行那段时间的友谊。但大浪淘沙，有的朋友会与你祸福与共，生死不离，有的朋友却已经是形如陌人。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谢谢大家收看，欢迎大家点赞订阅，咱们下期节目再见。